第42章，你输了。望着高台上对视的两位少年，在场的所有目光都是饶有兴致地移了过来，他们也非常的想知道，这位在间隔3年之后再次创造奇迹的少年，是否在斗技的修炼之上也拥有如此恐怖的进步。贵宾席上，肖战皱着眉头望着上台挑战的萧宁，脸色略微有些难看。虽然萧炎的斗之气出乎了他的意料，不过对于斗技，他却是从未见到后者什么时候去斗技堂找专门的家族斗技师学习过。要知道，斗技不同于初阶的斗之气修炼，黄阶低级的斗技倒还能依靠自己的摸索而修炼，可有一些黄阶中级以及高级的斗技却必须找家族的斗技师专门教导才行。然而这几年来，肖战一直未听家族的几位斗技师说萧炎曾经找他们学习过斗技，反而萧宁倒是常客。据肖战的了解，今年实力在斗之气8段的萧宁已经起码掌握了3种黄阶中级以及1种黄阶高级的斗技，这几种斗技足以让他在同等级的强者中难觅对手。此次的比试，萧炎似乎是处在下风。呵呵，萧组长，你说萧炎小少爷能赢吗？在肖战身旁，目光紧紧盯着场中的亚飞，轻笑着问道。肖战缓缓压下心中一些因为萧宁而产生的怒意，淡淡的笑道：言儿不太精通斗技，而且最近才踏入8段斗之气的境地，对上踏足这个层次足足1年之久的萧宁，胜算恐怕并不是太大。哦，是吗？诱人眼波微微流转，亚飞眨了眨修长的睫毛，美眸略微带着些慵懒地望着场中气定神闲的黑山少年，红润的小嘴忽然一掀，笑意盈盈的美丽脸颊有着一分成熟的妩媚。不知为何，我对萧炎小少爷却是信心十足，我想他一定能取得胜利。肖战一愣，似乎有些诧异他哪来的这么大的信心，笑着摇了摇头，那就借亚飞小姐吉言了。望着面前随意站立的萧炎，萧宁冷笑了一声，双拳缓缓紧握，淡淡的斗之气在体内迅速流转，带来一波波强横的力量之感。略微沉寂，萧宁脚掌猛地一踏地面，身形径直冲向近在咫尺的萧炎。急冲之时，萧宁双掌略微屈拢，食指上有些尖锐的指甲泛着许些寒芒。在距离萧炎仅有半米之时，萧宁身形骤然顿住，右爪划起一条刁钻的弧线，直取萧炎喉咙。黄阶中级斗技猎爪击。脸色平静地望着急袭而来的手爪，萧炎不急不缓地抬起手掌，略微曲卷的手掌猛地撑开，强横的推力暴冲而出。在这股毫无预兆的巨大推力之下，萧宁脸色一变，身形犹如被重锤击中一般，双脚急退了10多步后，方才有些狼狈地止住身形。高台上望着这一幕，肖战脸色略微诧异，一旁的亚飞却是嫣然一笑，优雅地端起身前的白玉茶杯，红唇微起，轻轻地抿了一小口。这小家伙还真是深藏不露啊！唇角扬起妩媚的笑意，亚飞心中喃喃道：你这是什么斗技？摸了摸有些胸闷的胸口，萧宁脸色微变，色厉内查地喝问道。萧炎淡淡地瞟了他一眼，旋即垂下眼线，望着自己的手掌。这吹火掌虽然名字固然难听，可所造出来的这股强横推力却的确很让萧炎满意。望着没有理会自己的萧炎，萧宁脸皮微微一抖，牙齿一咬，夹杂着怒气，再次对着萧炎急冲而去。平伸而出的手掌并未收拢，萧炎微眯着眼睛望着那越来越近的萧宁，嘴角缓缓地拉起一抹清冷的弧度，摊开的右手骤然一握，一股凶猛的吸力自掌心中激射而出，玄阶斗技吸掌。瞧见萧炎再次握手，萧宁双脚下意识地抓紧地面，然而还未等到推力的到来，一股吸力却是将之扯得猛地朝前一抛，身体在半空中划起一道弧线，直直地撞向那嘴角噙着一抹莫名笑意的萧炎。虽然被吸力拉扯起了身形，不过当萧宁看着距离自己越来越近的萧炎之后，却是忍不住的喜笑颜开，森然一笑，斗之气飞快地在拳头上凝聚。铁山拳！一声暴喝，萧宁拳头猛地紧握，一股尖锐的破风劲气在半空中低沉地响起，旋即对着萧炎肩膀落去。看这架势，若是被打中，
恐怕萧炎的手臂定要受到重创。看来这家伙从一开始就没有留手的打算。铁山拳，黄阶高级斗技，威力不俗，需要斗之气7段以上方才有资格修习。微眯着眼睛感受到那股尖锐的劲气，萧炎缓缓地吐了一口气，体内斗之气的运转路线骤然变更，玄阶斗技吹火掌。随着心中的喝声落下，狂猛的推力再次自萧炎掌心中喷射而出。砰！空气略微波荡，一股无形的反推力狠狠地击在了急射而来的萧宁身体之上，两股反向之力的夹击顿时让得其脸色一片苍白。噗嗤，两股反向之力最后还是推力占了上风，在僵持瞬间之后，萧宁直接被那股推力震得落下地面，最后在地板上滑出10多米后方才缓缓止住身形。而与此同时，一口鲜血也是凄惨地喷了出来。望着远处地上软瘫的萧宁，再瞟了一眼略微安静的场面，萧炎手掌缓缓一下，淡淡地吐了一口气：你输了。